我们的动物邻居这个纪录片就是一部拍北京的野生动物纪录片。这样的纪录片可以说没有先例。大家可能觉得北京这样的城市是没有野生动物的，我们大概一共拍到了40多种动物，有鸟类，有昆虫，有兽类，其中有国家1级保护动物杯冠，有金雕。我们拍摄的猛禽，比如红隼、纵纹腹小鸮，还有长耳鸮，这都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。之所以要强调这个位置的事情，就是我们想让大家有一个更具体、更直观的感受，更能体会到这动物到底离我们有多么近。最难的一个地方就是这个题材没有什么现成的知识和信息，比如说我们想知道一只乌鸦是怎么来的，它们为什么会成群结队的来到北京，每天怎么活动，什么时候走，这些东西就几乎没有任何的文献。2017年的春天，出现了一只本应该在北极圈附近活动的一只鸟，叫丑鸭，很大量的拍，不间断的拍，详细的观察，错过了100次之后，你才能抓住1次成功的机会。灰鹤那个是1月份，1月份就是最冷的时候。鹤类本身就是胆儿特别小的一种动物嘛，特别警觉。因为我们就是必须得在早上拍到它们起飞的这样一个画面，天黑的时候出发，然后开到车不能开的地方，就沿着冰网往这个灰鹤群附近爬1米，观察一下。刚好那2天北京降温，很大很大的风吹起来以后的那种冰风暴。红隼就是北京最常见的一种猛禽，国家2级保护动物，喜欢在最高的这个地方，然后就像子弹一样，就收起翅膀，然后直接歘就下去了。恐高的人是拍不了，因为你得靠那个楼很靠边嘛，你的机器就需要伸到楼的外面去拍了，相当于你的机器和你的人半身是要暴露在整个悬空的状态。北京它有一个非常发达的、非常健全的动物救护机构，叫做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，然后它有救护热线，会给我们分享出很多的线索。就比方说家燕的这个搬家的故事，这胡同里要施工，小燕子的这个巢的位置要拆除了，把巢搬到另外一个地方。我们这片子的特别之处应该就是它讲了一个动物和人的共生的故事。红隼之家的这个女主人的意见，她叫李翔，他们家里来了一窝红隼。我看到这只鸟的时候，没有去想去打扰它，就觉得它在这儿能安家，那真的是找不着地方。就我当时那个在大街上就漫无目的，就觉得没有家的那种感觉。我觉得鸟应该也会有这种感觉吧。我们其实不光在拍动物，我们其实更多的是拍动物是如何介入到我们的生活，然后我们是怎么跟它发生关系。我们这片子预算是在60万，4集，200分钟，这个在纪录片里算是非常非常非常低的。我们这个团队3年大概始终维持在一个4、5个人的状态，都是80后和90后，没有学摄影的，然后也没有学生物的，没有学动物的。我在拍这片子之前，我认识不了几种野生鸟类，你了解了以后，你就会发现鸟很多。城市里边动物它有一个很大的这个挑战，就是城市的变化特别快，就是对变化的适应是一个很大的挑战，对动物来说。野生动物在现场你看到的时候是不一样的，只有在那个时候你会把它当成一个活的、一个有生命的东西，我感觉是会跟它有交流的感觉的，我们共同生活在一个地方。